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今天我们将与大家一起探讨一个全球瞩目的话题，那些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巨型工程项目。您可能已经注意到，中国在国际上被尊称为基建狂魔，这并非轻视，而是各国工程师对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令人瞩目的成就的赞誉。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中国一直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来促进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工程师们仿佛是建设领域的超级英雄，他们致力于创造能够满足国家不断增长人口需求的宏伟工程。在本期视频中，我们将深入剖析中国巨型工程项目背后的故事。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诚挚地邀请您订阅并开启通知，以确保您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精彩内容的更新。我们非常重视您的想法，并期待您在评论区与我们分享您对中国这些卓越工程成就的看法。正如中国的一句古语所言，要致富先修路。的确，交通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关键保障。只有当人和物流能够顺畅流动，繁荣才有可能到来。短短30年，中国让自己的公路里程翻了5倍，并建成世界最大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您现在所看到的是由4.8万公里特高压输电线、11.5万公里天然气及原油管道、14.6万公里铁路网、519.8万公里公路网组成的网络，很多项目都位居世界前列。这些成就不仅是中国经济和建设史上的奇迹，更是中华5000年文明引以为傲的奇迹，以及对忍受100年屈辱的先辈们的告慰。1937年，中国人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座现代桥梁是梁桥，虽然后来被设计该桥的毛以生先生炸毁，但建成仅89天，仍然为10多万躲避战乱的民众打开了生路。这就是杭州钱塘江大桥，其最大跨度约66米。2座相邻桥墩各设一梁，称为简制梁桥。而如果将其梁延长，形成多座桥墩各设一梁，则演变为连续梁桥。由于梁连续不间断，前后可相互制约，因此承载能力较高，桥梁跨度也增大。例如武汉长江大桥，最大跨度达128米。在它的帮助下，中国人首次跨越了长江。但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这些钢桥太过先进，造价昂贵，基本上只能用于铁路建设。幸好，一项新技术在中国逐渐普及，其原理非常巧妙，将预拉伸的钢筋放入混凝土中，利用钢筋的收缩来平衡外力，使梁因此能够承受比以前更大的荷载，从而支撑更大的跨度。这就是预应力混凝土技术。与钢材相比，混凝土显然要便宜得多。于是，在预应力技术的支持下，大量公路桥梁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中，现代悬索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高耸的桥塔、弯曲的主缆和坚固的锚定共同构成了其最基本的承重体系。与老式的悬索桥不同，现代悬索桥的主缆异常坚韧。以镇江五峰山长江大桥为例，其主缆采用直径5.5毫米的高强度钢丝作为基本材料，每束127根钢丝，一缆352束，双缆并列。钢梁承载重量超过7万吨，相当于1000架满载的 C919 飞机。与如此巨大的钢梁相比，桥面上的车流量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桥面不再像旧式索桥那样受外力上下波动，它甚至可以同时容纳4列高铁通过，成为世界首座高铁悬索桥。那么五峰山长江特大桥，这座号称世界第一的悬索式公铁两用大桥，你知道它是怎样建造的吗？接下来将与大家详细分享。中国的造桥实力真可谓是让其他国家无法追赶。这座壮观的大桥主要包括2座索塔、2根主缆、2排吊索、1道主桥梁以及2个超级锚定构成。其中，主桥梁的上层是双向8车道高速公路，下层是4向高速铁路。这部分的总重量达到惊人的17万吨，相当于3艘满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要撑起如此大的重量，那么2座桥塔的塔墩就必须要稳如磐石。在3号塔墩的建设中，工人们先在长江中打入了一批钢管支架，然后在上面搭建一个施工平台。接下来，70根直径3.1米到2.8米的大钢孔直接被插进100多米深的钻孔里面，而后再往钢筒内投放钢筋笼，并全面浇筑混凝土。这样一来，一个极其坚固的桩群就完成了。在4号塔墩的下面，也同样是钢筒，共有67根，直径都是2.8米，它们长短不一，其中最浅的直达地下60米。
最深的则直接深入地下138米。有了钢管桩的支撑，桥塔城台的建设才能顺利进行。该城台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型的哑铃，其圆形部位的直径为40米，城台总长度为95.94米，厚度为9.5米。因为3号钢管桩处于水下，那么该如何得到一个干燥的施工环境呢？聪明的中国工程师们在研究之后，想出了这样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先在工厂内制造了3个10米高的巨无霸哑铃式钢外壳，然后通过2台大型起重船的共同发力，将它们依次拼套在了钢管桩的外面。接下来抽干内部的水分，这样一来，一个完美的施工环境很快便展现在了眼前。4号钢管桩本身就是干燥的施工环境，不过为了防止基坑周围坍塌，工人们还是做了必要的防护。他们在钢桩的周围先插打了一大圈钢板，以此来创造一个安全的施工环境。城台搞定之后，2座巍峨的主塔很快便得以实现。他们均采用液压爬模的方式进行建造，其中3号塔高度为203米，4号塔高度为191米。接下来是打造2个巨型锚定，因为地质的不同，工程师们选择了不同的方案。北岸锚定采用了沉井的方式，其平面尺寸为100.7米，宽72.1米，它可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沉井基础。沉井的总高度为56米，在施工中要一边接高一边挖土下沉，最终将其沉入地下55米。北岸锚定完工后的总重量达到了惊人的100万吨。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这大约相当于1330万个成年人的重量总和。南岸锚定是圆形基础，基坑的直径足有90米，最深处为40米。为了防止基坑周围的山体塌方，工程师们实施了这样一个特别的防护手段。他们沿着基坑挖了一圈1.5米宽、几十米深的沟槽，然后边挖边往里面投入钢筋笼，并浇筑混凝土，最终形成一道坚实的地下防护墙。有了它的保护，南岸锚定便可以进行施工作业。其完成后的总重量同样为100万吨。到目前为止，大桥的基础部分基本完工，接下来进入主缆挂设阶段。在挂设前，工程师们先在桥塔间搭建了2条长达2000米的通道，也被称为猫道。接下来通过牵引设备将一根根锁骨牵引到位，每根锁骨是由127根5.5毫米的钢丝组成，每根主缆共包括352根锁骨，它们的重量总和高达16000吨。锁骨最终要被紧固成一个圆柱形，其直径为1.3米。不得不说，这个世界上最粗的主缆看上去就相当有安全感。下一阶段是安装吊索和桥面钢横梁，这些部件均由缆绳吊机起吊并组装，每节钢横梁宽度为46米。在工厂焊接完成后，由大型船只运到施工现场。架设时，先在主塔的横梁上吊装部分截断，然后再由主跨中间往2边对称吊装，最后在2者之间进行合拢即可。随着桥面其余设施的陆续完成，一座完美的悬索式公铁两用大桥终于在2021年6月30日全面完工。五峰山长江大桥，它是世界上首座公铁两路悬索桥。该大桥的诞生不仅为今后的高速铁路悬索桥建设树立了标杆，而且这个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的超级工程，也让美国工程师再次见识到了中国人的造桥实力。我们接着往下观看，中国是桥之国度，桥梁的故乡。毛以生先生曾经说过，桥梁是一个国家文化的特征。现如今，中国的桥梁建设水平已经位于世界第一梯队，平均每年建造新桥达2万座，无论是从科技含量、工程建设技术，还是对区域经济的带动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大桥中国造，它的牛气足以让人声沸腾，甚至血液倒流。由于桥梁新结构、新材料、新装备和新技术的进步及其在大跨度桥梁上的应用，中国桥梁建造水平已跻身世界领先行列。尤其是许多带有大跨度、重载以及高速特征的桥梁相继建成，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世界桥梁史上的地位。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已建成的大跨度悬索桥前10座中有6座位于中国。而五峰山长江大桥作为1000米级公铁两用悬索桥，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在高速铁路上率先引入悬索桥桥型。中国大跨度桥梁建桥技术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大桥的主缆索首尾相连，可绕地球 4.5 圈。中国工程师历时58个月才完成这一巨型结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实现跨越几代人的梦想，让我们拭目以待。五峰山长江大桥作为世界首座高速铁路悬索桥，不仅为未来的高速铁路悬索桥的建设提供了范例，由它所形成的中国标准也无疑具有世界性意义。它将中国高铁带入了悬索桥时代，也使得世界高速铁路悬索桥的记录中首先印上了中国的名字。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中国已建成103.3万座桥梁，其中8886座为世界顶级大型桥梁。这一数据反映了中国在桥梁建设方面的显著成就和工程技术的世界领先地位，不仅体现了中国桥梁建设的规模，也展示了国家在基础建设方面的强大能力和持续进步。中国工程师强调，这些桥梁是通向繁荣之路的通道，因此连接各经济区的桥梁被优先考虑。毫无疑问，中国的这些疯狂工程项目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度的技术和雄心的见证，他们是对全球工程极限的挑战，展示了智慧创新和对卓越的不懈追求。在未来，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工程奇迹在这片土地上绽放光彩，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希望。